好，来，乌木，测试声音成功。test，乌木，对，好，开始。情谊已经抓到老鼠了。好，对，好，开始了。哦，好。那个，因为今天那个2023第一次来拿货啊，那正好拿的是这个已经等很久的爱慕。这个是改版的是吧？对，改版就是好像原来的旧版的那个图书馆系列好像就全部换新。对，那这一支他可能是不想维持一个品牌太多同时发售的产品线，那现在因为又原料短缺，就干脆把它优化之后，那换成这个它原来的匕首瓶，那再销售了。那因为其他的味道跟那个原来旧版是一样的。只是瓶子那去做了一点优化了。那我们来看看，好吧，打开看看。好，它这一次的瓶子，然后说比上次的那个好看的，我个人认为啦，对，因为这两派都有，因为大部分人都还是喜欢旧版。那旧版那我至于瓶子，我觉得还好啦。那对，通常都这样，只要一停产，大家都。都是旧的最美。对，哎，我个人认为，因为香水它比较有一点收藏的性质，所以每一次有新的出来，大家都认为是旧的好。因为坦白说，我们跟旧的相处时间比较久，对，那你还没有很足够的时间认识新的，所以通常一般新的出现，人们就比较不好太快接受它了。对，但是我个人还蛮喜欢新的，我喜欢新的。那因为新的是匕首瓶，因为我有19瓶匕首瓶吧，那我当然就要再多2支，是，好啊，匕首瓶 ，OK。那因为它这次也换了，以前它的开法类似这样是从下而上拿起来，那会有个底座，对，那这次变成平的了，那这次要注意，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来 ，OK。好，那。我蛮喜欢它这一次磨砂的瓶子，对，磨砂的瓶身，那消光磨砂，对，质感又再更提升一个档次了哈。没有，我还是觉得镜头前，因为我也很习惯施华洛世奇的那一颗，我还是希望会有，有吧？那一颗还在吧？在，有，这个是那个标志了，对，招牌，对。那这个就不会吃指纹了啦。不会，这不会了。这颜色很漂亮。对，这个颜色整个质感瞬间提升。因为颜色不一样。非常消光黑啊！那你看这个上面皇冠，这是可以按钮吗？不是，这是它正常的。正常它只有一只是这个黑的，就是这应该是叫什么？对，就是乌木这一只。对，那其他都是这个颜色，那只是 OK。下面名字不同，然后盖子也不一样。OK，盖子颜色也不一样。那就不会变成一个味道一种瓶身了呢对，现在连它其实它的 cost down 啦，省成这样就对了。对，连阿曼都开始省钱，你就要注意了，世界经济可能有一点变化。对，对，因为它初期它的味道比较好看。是，没有，因为我喜欢消光磨砂的，因为它不吸指纹，然后就可以一直搓，有吗？是，那阿曼也这几年也慢慢知道能源转换的转折点，就是他以后要遭殃了。对，他也赚那么爽，对，人家已经不爽他很久了，对。是啊，在那边一掷千金再没关系，对吧？在那边土豪没关系。现在开始改变，我觉得从这个瓶身细节，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想法。他知道以后可能要辛苦度日了，对，然后要度小月了。是，对。OK， 好，来，宁愿什么？新能源的车子 ，EV 的车子慢慢就会取代内燃机汽油车。当然啦，你看连丰田执行长都下台道歉了，说他判断错误了。他判断错误，是啊，因为他觉得他现在混动车子出来之后，丰田就失去进步的动力了。对，那丰田本来还投资过特斯拉，还是大股东呢，结果后来跟他分道扬镳。那现在这一个丰田章男就说：“对不起，我在这个位置会成为丰田最大的阻碍，所以我下台了。”其实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网红阿伯，真的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他还是有那种旧式的汽车情怀啦。他觉得汽车是个艺术品啦，但是过去就是过去了，对不对？好吧，我们试一下银色五母。这还没。我必须要先讲非常重哦，好，非常重。来。
谢。哎呦，哇，可是这个粽是香的粽，好，没不会说气温比较不会说有一开始像我们之前拍有几只，它是一拳就重击你的鼻腔，这个是他没有给你铁齿的一拳，对，他是告诉你我要给你一拳哦，而且没有这个动物烧感，它这个非常像是正在烧得很深，而且烧得很久的一个木头味，已经有点焦掉了。对，已经有点焦掉了。我这个味道好，已经真的是有一点焦掉了。对，进入焦的完全不带甜了，完全不带甜，非常深沉的木质气味，非常深沉。这个好。连然后我又有烟熏，真的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已经烧到焦了啦，已经烧到焦了。对，我讲银月成韵，这个可能穿出去的时候，我必须说，这么重的气味大概要15度以下，那15度以上可能就不太适合。对，不太适合。我觉得20度以内都可以啦，但是要下雨啦。如果太干、太热的话，可能这味道太重了，因为等一下就会开始喷出去了。因为我第一次去闻的时候，蛮浓郁的。等一下那个乌梅汁不是上礼拜的，你们还真的是，难怪我觉得有点眼熟，因为闻这个味道想要喝乌梅汁，对，有乌梅汁那种烟熏的，但它完全没有乌梅汁的甜感，没有，完全没有，没有，这一支完全没有甜感，可是有乌梅汁的那一个焦烟熏味吧，对吧？烟熏乌梅了，烟熏乌梅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蜜饯嘛。对吧？这一支坦白讲我喜欢，我觉得现在给我的视觉画面就是在山上，那天气冷冷的，不管你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围着这个炉光，那这一个萤火晚会，对，那它已经是它不是正在烧的那一种味道，它已经烧了，有点焦掉，有点大家已经萤火散去之后，那晚上你在睡觉，晚上你已经回帐篷睡觉，对不对？慢慢的天微亮。那你会看到那个木头一大块一大块的，都已经在昨天的萤火晚会盛大 party 结束之后，然后只飘出这个余烬，还有灰烬，那还有一点点红红的火点这种味道。我现在的视觉是这个样子，就像那样子情境画面的木头。它这种是真的是那种烟熏的木头，那因为它里面没有那个。虽然有香草，但是它没有甜感，完全没有。其实它有点苦啊。不会，我不会觉得苦这其实有点苦啊，因为就是你靠近烧焦的木头的时候，就是已经燃成灰烬的时候，你可以依稀闻得到那种烟熏的一点点的苦感当然它不是很苦啊，它没有像那个佩里斯那一支乌木这么苦，但是它就是那种就是焦的那种火把，你刚才靠近它的鼻子的时候，那种烟熏的，对，稍微一点点苦啊，带着一点点的那种灰烬的味道，应该讲灰烬的味道。好，那林心地说一下，你目前前调给你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前调，如果说它是在一个森林里面，你在露营的时候，然后火正在烧嘛，烧到中段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它这个时候好像旁边有一只动物稍微经过，我还是有闻到一点点动物的真的，你还是闻到动物烧的，有它有海狸的那个像海狸香在里面。OK。有，然后但是它整体是，我觉得不会到让人家没办法接受的那一种。没有，它是好闻的。对，它不会太黑暗的味道，不会，不会有那个联想，有点灰烬而已，还是有点灰烬，但是不到黑暗应该讲不到黑暗。对，那而且这个刚刚讲到说动物烧感，林心力说他有闻到一些，但是对我来说，对我来说这一支已经修到已经是吃素的了，它已经没有动物的味道在里面，算是以乌木呈现来讲，它算是。比较内敛一点对，味道比较重但是比较内敛，因为所谓的重是用料很好啦，所谓的重是用料很好。你突然这么近，
靠着我，害我有点害羞。特写你突然那么近靠着我，害我有点害羞。对。但我觉得这样子的味道会让我比较联想到，我觉得如果是一个那种就是男生很原始的那种骚感的那种好闻的感觉。男生很原始骚感，就是男生很原始骚感，应该是说那是没洗澡啊？不是，就是比较动物荷尔蒙那一种感觉的味道。OK， 对，所以你觉得是这个男的可能他就不是非常斯文，他是那种粗犷的，粗犷不羁啦，有个性的啦，个性强烈。对，是没有，就骑着哈雷，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全身皮夹克，然后戴着瓜皮帽，但是非常有质感。对，OK， 就络腮胡啊，就类似对了哈雷这种，比较算乡村类型的这种。对，狂野不羁，你一看就知道他不是那种文质彬彬的上班族，他是狂野不羁，好吧？狂野不羁。那我慢慢闻到了这个烟跟草。烟熏感，草香有出现哦，你有那种干掉的草有没有？对，干掉沙草跟广藿哦，干掉的草，然后也是陪着这个很粗的木头一起，在萤火晚会当天就烧掉那个味道。现在那个草的凉感又有点出来，凉凉的、清透的，有没有？我觉得这一支真的表现很好。我觉得近期如果乌木来讲，这算乌木吗？如果乌木，我觉得这一支分数我会给它非常高，标准的，然后非常昂贵的乌木，因为它在原厂的价格也非常的高了，大概16800吧。哇 ，OK， 好来，那林心地这一支男生适用还是女生适用呢？哦，这个肯定要男生，对啊，这真是男生，对，女生可能对。可能会喜欢，但是气场这么，他们喜欢闻这种味道，可是自己是不会喷这种味道，因为那是两回事。就是可能会喜欢闻这味道是在男生身上闻到的 ，OK， 但不会把它喷在。是，所以如果女生送男生这支很合适，超赞的，而且情人节又快到了，对，好，但可能对方男生要是也要喜欢这个啦，对，如果是斯文型，他可能会吓到，味道那么重，OK， 好，那所以如果男生穿，你觉得男生用这个应该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跟衣着嘞？你觉得男生的形象应该是什么？要去环岛的时候，骑车环岛的时候，骑车环岛，骑车环岛，然后来不及洗澡这样。没有，他就是一个，其实他比较适合。这个可能如果上班用的话，我没有说不行，但是我肯定他是一个高阶主管，他有自己办公室，就是他不会跟他的同事做的非常近，他有他自己的是比较宽阔一点的空间 ，OK， 是宽阔一点的空间，这个闻起来就是 CEO 的味道。如果工作上用的话，就是那种霸气、气场强大，那不就是您的味道了吗？对，不要在影片上给我乱讲。那请问鞋里就不能用了吗？鞋里当然也是可以用啊，自己的办公室前提是执行长不会常来的时候，鞋里当然是可以用啊，好不好？鞋里当然是可以用。没搞这么多啊，对 ，OK， 好。就像你不会开着比执行长还好的车嘛，那简直就白目嘛。对了，对不对？就是做人还是要有一个分际嘛。对，就你很多时候看一下你，对，你知道吗？是。那这一点可能在您身上就比较难使用。什么意思啊？所以他们到现在都还是，所以他们到现在都还是有用，就是 CK1、CKB 啊，对，然后对 Dolce Gabbana 这样子，对，就他们应该怎么讲？这个真的是闻起来就是第一个是非常昂贵的乌木，你可以闻到它用料非常实在，是那它有一点烟熏那个，不是有一点，它有非常浓厚烟熏的感觉，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浓厚烟熏的感觉，让它把原本乌木的黑暗，对，然后有一点动物味稍微下降，对，它用烟味、烟熏味去取代了这个动物的味道。OK， 那衣着应该就正装，或它一定是黑色的西装，些微正式一些的。对 ，OK， 对。那我觉得如果你穿这样子的西装也是可以的啦。穿这个颜色，这个色系的，对，比较大地色系的，确实是相当合适的哦。不是明亮色系。对，带一点正式场合，假如你今天要去演讲啦，参加演讲，不论你是在台上或台下都可以。那个衬衫是丝质，那如果你喷这一支的话，你本来
你本来座位在后面，你就直接被请到那个 VIP 对前排座位，包厢去，好，对不对？就是对会让第一排啊，第一排对，以后买票就买后面，喷这个就变前面，对，类似的意思啊，你自己想象一下。所以它其实是，如果你的工作上没有这种需要，但是它如果是非工作场的使用，那它当然还是一支气场非常盛大的香水啦。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没有很好的场合使用，它其实以它收藏的角度来说也很棒，就是你会收藏的一支这种气场强大的味道，这个也很棒。因为有的时候像台湾其实真的是比较高温湿热，你会在用这种香水的场合，跟机会不多。那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我自己其实之前就闻过了，就是我收藏我也是可以，我拥有了这个味道，然后好好把它收起来。然后那如果很冷的时候，尤其又湿又冷，像昨天下整天雨的时候，你非常这支就非常适合，是，就非常适合，尤其是用又湿又冷，因为人都会比较懒啊，应该就比较懒，就喜欢窝在被窝不起来。你可以喷2下这个，我保证你会全身暖和起来跟干燥起来。OK， 好吧？好，那我们前调就先留在这边，待会后调再回来跟大家介绍它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变化。没问题，待会见，拜拜。拜。好的，后调我们回来啦。银色乌木啊，我叫银色乌木啊，原厂。总代理不是这样翻，但是我还是直接银色乌木比较快，银色乌木，好的，就跟你的黑宝石是一样的意思嘛。对，就银色乌木。对，其实我喜欢这种直觉式的命名，就是我看名字我就知道是什么味道，而不是太有意境的，我还要想这到底是什么鬼，你知道？对，想半天，对，名字也不好记不起来，对，也记不起来。那总结呢，先不说味道，先以外包装跟瓶子来讲，我觉得是优化了，对，优化，完全优化，产品整个全面优化，是，整个系列都提升了。对，好，但是它因为它原来这些都其实都有些都还是在，但是我觉得图书馆这个系列，它就是其实就因为以前是个扁扁的瓶子嘛，对，然后你像酒瓶，很像酒瓶。对，很像酒瓶，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对我来讲啊，其实它那个底部的材基数太小，它很容易倒掉。对，是。对，因为你其实它有点强迫你买5瓶，就是它有一个盒子是让你插满。哦，是哦。但是它1瓶的话，因为这个底部不够，那就容易不然一碰就对是，对，一碰就。那现在当然没有这个问题了。对，OK， 好，那现在后调回来在你身上。稍微有一点动物味，有一点点动物味，对，有一点动物味。你是后来森林的动物才慢慢出现的，对不对？对。哦，前面还没发现。前面在探头探脑啊，后面觉得安全了可以出来。对，这个很像我们后面那只猫是一样的。啊，对，叫做探头探脑，叫做情谊啊，哈，情谊啊。是。那唯一不变的就是从前调一直到中调，一直到后调，整个贯穿下来的木质调，它是完全。这一点是一直都在，然后没有变过，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如果你喜欢木质调的人，我必须说这支一定要收，是，这支一定要收，你就知道他为什么阿莫吉的用料一直是很好，尤其在这种他最擅长的木质调上面，就是乌木调上面，做的尤其出色，好吧，做的尤其出色。现在这支味道在我身上是反而有点怀旧感呢。因为我刚刚一直联想到，你小时候有没有去过一些类似宜兰南洋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美术？童万杰啊？不是了，什么童万杰？南洋美术馆，南洋的博物馆，在海边那个。对，它里面就有介绍一些原住民在这里的生活的南洋平原的生活。对，刚刚在是。那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像是你去参观的时候，不管是那个老的柜子啦，老的衣橱啦，或者是这个晒稻谷啦，或者是仓库的味道，就有一点点，现在目前在我身上那种怀旧感。乌木
木都会让你有这样子。对，我发现乌木加拍乌木，你都会有这个形容词。我都想到过去这样。对，怀旧。对，就是老木头的那种。就想起以前的光辉岁月哈。我没有光辉过没有光辉过。你这样讲，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了。对，那种旧柜子的才会有的那种木头的香气，那种怀旧感啊，就是回到过去以前无忧无虑时候的那种感觉啦，对吧？还有，我喜欢这个怀旧味道，抽屉打开这样哦。那我也有一点闻到类似木炭，黑黑的，对吧？哦，焦掉了，对，已经成为木炭了那种味道。对，好，焦掉了。OK， 那林心地呢？现在这支后调在你身上怎么呈现？就是那种，也许我们在萤火晚会哦，它那个真的是刚刚像 Elton 讲的，它那个已经结束，火已经熄了，然后有那种余烬，然后开始那个味道飘出来了哦，那种焦感。对，我觉得就很像现在这几年大家都喜欢去露营嘛。那如果你没有生过萤火的话，你闻隔天醒来这个萤火余烬还在。剩下其实不用隔天起来，就半夜尿尿就可以闻到。对。哦，那这个画面，你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清晨，那木头烧到灰白这样子。清晨的时候有点难形容，因为跟别支闻到乌木啊，因为它这支的乌木，我觉得它。其实闻它现在一开始的时候蛮重的，但是到就是现在过了后调这样子，到中后调的感觉，因为它可能又有加雪松啊，然后它有说有一个是香附子，但我不知道那香附子，但是它是有特别讲说香附子味道会是最突出的那一种，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味道让我觉得，再加上它有用香草去融合它，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的那个乌木闻起来，其实现在我已经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就是一定要我其实前面刚开始闻的时候，我觉得它可能是那种欧洲的时候，人家冬天呢10度以下，比较适合穿的那个味道。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到10几20度都 OK 了。对，OK， 好，那像也有点像壁炉的灰烬，你知道，就是那壁炉的炉火的灰烬。对，OK，好，来豪哥，那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哦，这一定是东方木质调，只是它。的主调其实还是木质调，所以它没有用一些，比如说红花。我们讲的红花就是玫瑰，最常出现就是玫瑰。对啊，它没有那种玫瑰，对，所以它的香草没有带着很甜的，那种香草感，而是带给你从始至终的一支烟熏的木头味，烟熏的木头味。OK， 好。那你会把它定在木质调嘛，对不对？对，东方木质调，一定东方木质调。东方木质调，0到10分，你会给几分？我给他9.7分。9.7，对，你才给他9.7？对，我给他9.7分。哇，为什么只是给他9.7？因为最后还是回到售价，就是售价贵。是，对，豪哥都会有售价的疑虑。哦，会哦。对，这支源它定价是16800。比别支都还贵一些，会16800了，对，哇，好，这支就是所以它只给唯一这种配色的瓶身，就它这一瓶，对，最突出，就这支比其他支贵，对，定尊龙于一身的颜色，对，本身这个香材也是比较贵的，好，那尤其到2023年，我相信香水会越来越贵，越来越少，同意 ，OK， 那这个豪哥给他9.7分嘛，哈。林心地嘞10分，你把它定调什么调？木质调。木质调，对，非常明确，很明确。烟熏木质调。烟熏木质调，好，10分。10分。OK， 10分原因？我觉得这一支如果是女，对，会。如果是我，可能是买收藏的啦。那我觉得是在男生身上蛮好闻，应该会很好闻。是收藏。OK。所以你不能，其实如果像这种，应该讲它比较独特的气味，你没有办法实穿的时候，其实收藏，像我就是拿来收藏。我必须要讲，当然我可能很冷或是下雨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到它。对，以我个人来讲，收藏也是我购买香水的一个目的。是，就是我拥有这个味道，应该讲好了。对，我拥有这种对高级昂贵的烟熏木质调，好不好？是，OK， 好，那我嘞，我给它烟熏木质调，10分，
也是10好分。，乌木很少，我会直接给10分。但是第一个，我不会在他身上一拳被重击；第二个就是他没有那个动物的骚感，对我来说啦。那第三个，他把那个视觉画面表达的这么的活灵活现，好，就很像萤火晚会的萤火盛大的烧完之后，清晨白天你再起来闻到它那个味道，好，就是表达非常的传神。他没有刻意，因为讲这次没有刻意，因为他有乌木，他没有刻意一定要让这个乌木是非常强大的，是是，对它的味道当然还是比较重一点，但是他没有特别去强调它的那个黑暗啊，那个骚感啊，那个陈旧的感觉，它是会有那种其他木质调是从一开始一直贯穿到整个香水的香味的结束，但是所以。这支其实是很棒的一支香水，所以如果你喜欢木质调，我还是要建议一下，你其实是可以收这支，对好吧？不管是实用还是收藏，都非常棒。OK， 好，非常谢谢豪哥跟林心丽今天帮我们介绍这一支银色乌木来了，银色乌木银色，乌木我本身也非常喜欢的银色乌木。包装也好看，对，这一次整个系列都瓶子也很美。 upgrade 了，全部都升级一个档次了。他说他是王者的那个包装，你看对是。好，那我们施菲还是施菲系列，待会30秒见喽。好，拜拜，谢谢，拜拜拜。